2026年8月10日下午，一份文件從湖北宜昌發出去，第一行寫着全面進入戰時狀態。那一天沒有地震，沒有戰爭，沒有敵人，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對中國宣戰。宜昌不是小地方，常住人口415萬，城區人口133萬，它是長江衝出三峽以後撞上的第一座大城市，離三峽大壩只有40公里。它其實一點都不慌。7月28日，三峽水庫把日均出庫流量從每秒約 1.4 萬立方米一路加到約 1.9 萬立方米，宜昌照常上班。8月4日，三峽庫区入庫洪峰飆到每秒 3.8 萬立方米，還在夷陵、秭歸一帶引發山體滑坡，宜昌還是照常上班。8月5日，湖北一天之內連發102項暴雨預警，宜昌依舊照常上班。可為什麼偏偏到了8月10日下午，一份跟長江、跟水利、跟大壩统統沒有關係的文件，忽然對着全城甩出戰時狀態這4個字，而且這道命令下得又快又硬。一把手坐鎮指揮，全員24小時在崗在位。8月11日到12日，全市幼兒園、中小學、中職學校、校外培訓機構一律停止線下授課，所有校園在建工程當天18時前把人撤光，高校留校學生非必要不外出，每天16時前零報告，沒事也要報。整座城市的孩子被關進家裡整整2天。所以下令的人到底是誰？他手上握着什麼我們不知道的東西？為什麼不用應急響應，不用防汛預警，不用紅色警報，偏偏要挑戰時狀態這4個字？而最可怕的是，從那天下午到今天，為什麼沒有任何一個單位、任何一個人出來解釋過這4個字是什麼意思？所以這一支影片我們只追一件事，就是這道命令，誰下的？為什麼要用這4個字？下完之後又發生了什麼？我們會沿着時間軸一路走，從7月6日廣西那座垮掉的水庫走起，走到7月21日一位三峽集團高管被帶走，走到8月10日那份文件，最後走到8月13日晚上真正裂開的那道口子。你會看見一個荒謬到不行的答案，荒謬到它一旦被講出來，你立刻就會明白為什麼沒有人解釋。而在那之前，我們得先弄清楚一件事，這4個字到底把多少人嚇成了什麼樣子？那這道命令本身到底長什麼樣？這份文件的名字叫做《關於做好台風白海豚防範應對工作的緊急提示》，8月10日下午發出，內容分成3塊。第一塊叫全面進入戰時狀態，第二塊叫3停，第三塊叫強化校園安全。我們接下來就把這4個字叫做4字王炸，因為在中國的公文語言裡，這是能甩出來的最大一張牌。牌一落地，桌上所有人都得站起来。可是這張牌真的輪得到宜昌來甩嗎？4字王炸的正文其實無聊的要命。各縣市區主要負責同志坐鎮指揮調度，下沉一線靠前督導，防汛責任人全員在崗在位在狀態，實行24小時領導代班和專人值班，確保通信暢通，響應迅速。翻成人話就是所有人不准睡，手機不准關機，出事3分鐘內一定要有人接。這種句子每年汛期都在寫，寫到大家都會背了。可是為什麼這一年偏偏要在前面加上戰時狀態？3停就更狠了，停課，全市幼兒園、中小學校含中職學校、校外培訓機構8月11日到12日停止線下授課，不得組織師生返校，不得組織集體活動。停工，校園裡所有維修、基建、裝飾、綠化的在建工程立即停工。臨坡臨河的板房和施工人員必須在8月11日18時前轉移完畢。停外出，高校留校學生非必要不外出。3條全部是保命的措施，哪一條都挑不出毛病。那問題到底出在哪裡？你把這3條攤開來看，其實就是一份非常標準的台風停課通知。全中國每年夏天要發幾百份，真正不標準的只有最上面那4個字。所以問題從頭到尾都不是宜昌做了什麼，而是宜昌為什麼要這樣說。這道命令的殺傷力有 99% 來自那4個字，你說荒不荒謬？而且你要知道，宜昌是全中國最不容易被水嚇到的城市之一，它就住在長江出峽口的位置，年年汛期年年泡，防汛對它來說是一個從6月刷到10月的固定副本，刷了幾十年，早就閉着眼睛都能通關。往年這個副本的難度大概就是加派值班，清一清排水口，把低洼路段圍起来，市民照樣上班，學生照樣補課，防汛辦的人在旁邊打醬油都不算失職。你叫這樣一座城市忽然对外喊出戰時狀態，那難度就不是升級了，那是直接換了一個遊戲。你說宜昌人會不會慌？
那4個字甩出去以後，宜昌的網絡在幾個小時之內就炸開了。從此，宜昌天昏地暗，48小時鬼哭神嚎，一條熱搜橫空出世。有人開始收拾行李，有人開始查往高處走的路線，有人半夜爬起來看長江水位，因為所有人腦子裡冒出來的都是同一句話：宜昌上游40公里，站着三峽大壩。這種時候，誰還睡得着？我們接下來要一直提到它，所以也給它一個名字。長江總開關，這個名字不是嘲諷，是字面意思。長江中下游那條線上住着幾億人，武漢、南京、上海全在下面，而總開關就掛在宜昌頭頂40公里的地方。一座城市在總開關底下對外喊出戰時狀態，你要人家怎麼不聯想？可是先講清楚，這是聯想，不是證據。這道命令的正文從頭到尾一個字都沒有提到，三峽大壩一個字都沒有。整份文件講的是台風，講的是暴雨，講的是校園，把它跟長江總開關綁在一起的是網友，是自媒體，是境外中文媒體，不是那道命令本身。這一點我們必須先盯死，不然接下來整支片就會歪掉。那既然文件裡一個字都沒提，為什麼全世界都自動幫它補上了？那麼為什麼是8月10日？我們把視線移到東邊1000多公里以外的海面上，時間來到7月27日。一個熱帶擾動在國際換日線附近生成，這個位置有多離譜？它是有完整台風記錄以來生成經度最偏東的一個，氣象單位給它取名叫白海豚，名字很可愛。可是接下來的事有哪一件是可愛的？白海豚一路向西狂奔，登陸之前移動距離超過6000公里。日本氣象廳頻道中心氣壓910百帕，聯合台風警報中心頻道最大，持續風速每小時278公里。他在沖繩附近走出明顯的擺線運動，忽左忽右，像是在耍人。8月9日下午5點30分前後，他在浙江玉環坎門街道登陸，登陸時中心附近最大風力14級，中心最低氣壓945百帕。70分鐘後，他在溫州樂清翁街道再登陸一次，一個台風連登2次，這種打法你見過幾回？登陸2次還不夠，他接着幹了一件更少見的事，往內陸鑽。浙江這一輪的面雨量達到215毫米，是1949年以來登陸浙江的台風裡面雨量第1名。然後他繼續往西，往江西，往安徽，往湖北，往河南，殘餘環流一路潑水。這種打法在遊戲裡有個名字，叫做趁你病要你命。長江中游本來就已經泡了半個月，土壤含水率接近飽和，這時候一個從太平洋最東邊跑6000多公里過來的台風，直接把水潑在你頭上。你說這種時候，誰的神經不會繃到最緊？白海豚這一趟到底有多兇？中國這邊疏散超過100萬人，浙江後來投入2億元做災後恢復，日本那邊有8人受傷，沖繩縣的農業損失估計約8億日元。這隻從換日線邊上出生的東西，一路橫穿整個西太平洋，把2個國家離了一遍，然後才鑽進中國內陸。而更妙的是，它進入湖北1小時之後，就被降格成熱帶低氣壓了。也就是說，宜昌甩出4字王炸的那個時候，這隻怪物在氣象等級上其實已經被打殘。可為什麼一隻被打殘的台風反而換來了整條長江上最重的一句話？所以8月10日那天，宜昌到底怕什麼？我們不用猜，因為數字就在那裡。8月9日12時到8月11日15時，宜昌全市有84個鄉鎮或街道的累計雨量超過100毫米，其中11個鄉鎮超過200毫米。最大累計雨量出現在五峰漁陽關鎮清水灣站 342.6 毫米，這個量級不是開玩笑的，這是會把山泡爛的量級。可是問題來了，會把山泡爛就等於會把壩衝垮嗎？問題是，光憑這個量級值得動用4字王炸嗎？湖北在8月10日的等級是防汛4級應急響應，4級是最低的那一級。中國水利部同一天對湖北、山東、河北、河南啟動的也是洪水防御4級應急響應。也就是說，在整個防汛體系的正式語言裡，那幾天湖北的評級是最輕的一檔。可是宜昌那份文件用的詞是體系裡最重的那一檔，這中間差了幾個檔次，想都不用想，差了整整一個世界。更巧的是，就在8月10日同一天，美國驻華大使館在官方網站和 X 平台發布了一則通知，提醒在中國的美國公民登記智慧旅行者登記計劃，也就是 STEP， 說是為了在自然災害、社會動盪或其他危機等緊急情況下能夠收到安全警報，
這則通知裡面沒有一個字提到宜昌，也沒有一個字提到三峽，可是它跟四字王炸同一天出現，社會動盪這4個字又特別刺眼，於是境外中文圈立刻把2件事釘在一起，說美國人早就知道了。真的知道了嗎？我們要不要跟着這樣講？不要，這是2個獨立事件，目前公開資料能確認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他們同一天發生。同一天發生的事情每天都有幾千件，可是人心不是這樣運作的，人心会自動連線，你只要把長江總開關、4字王炸、美國使館通知這3件事排在一起，故事就自己站起来了，而這正是這道命令最要命的副作用。好，現在我們得回頭處理一個更大的問題，為什麼所有人第一反應都是三峽？為什麼不是山洪，不是內澇，不是滑坡，偏偏是那座壩？答案要往前翻30幾年，時間来到1992年4月，全國人大表決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當天2633名人大代表投票，贊成1767票，反對177票，棄權664票，還有25人根本没按表決棄。這個數字在中國的人大歷史上非常罕見，反對加棄權加不投票超過800張。這座壩從出生那一刻起，身上就帶着一個系統 BUG， 叫做爭議。這樣的出身，你要人家怎麼放心？反對的最兇的那個人叫黃萬里，清華大學的水利學者。據他的家屬與知情人的記錄，他在表決前3次上書中央，表決通過後1年內又上書3次，反覆講的都是利卵石淤積的問題。他留下一句非常重的話，說這座高壩若修成，終將被迫炸掉。黃萬里在2001年過世，他沒有看到工程完工，一個人用6封信去擋一座壩，這是多麼卑微的存在。可是30幾年後回頭看，他到底錯了沒有？那麼長江總開關本身的參數到底是什麼？官方數据很清楚，總庫容393億立方米，防洪庫容221.5億立方米。大壩按1000年一遇洪水流量每秒 9.88 萬立方米設計，對應擋水位175米，校河按萬年一遇再加 10%， 也就是每秒 12.43 萬立方米，對應擋水位 180.4 米。作為對照，1870年长江那场歷史最大洪水，宜昌站的流量是每秒 10.5 萬立方米，所以按設計書講，這座壩扛得住1870年那種等級的怪物。那為什麼還是有這麼多人不信？可是接下來的事情就開始有點微妙了。2010年7月，有人把中国官媒歷年關於三峽防洪能力的報道排了一排，結果一查嚇一跳。2003年6月1日的說法是一座萬年一遇的大壩，2007年5月8日變成一座可防1000年一遇的大壩，2008年10月21日變成可防100年一遇的大壩。到了2010年7月20日，說法变成有限防洪，4年之內從萬年掉到100年，再掉到有限。這是什麼？在遊戲裡這叫版本更新，而且是連續3次的削弱補丁。官方後來的澄清是說，媒体把設計標準、校河標準和實際調度效益混為一談了，防洪標準本身沒有變，變的是記者的寫法。這個解釋在技術上是說得通的，可是你要老百姓怎麼想？一個東西的宣傳文案4年掉了2個數量級，然後跟你說參數沒動，是文案寫錯了，你信嗎？時間來到2019年7月，長江總開關迎來了第一次全網級別的信任崩塌。有網友把谷歌地圖上的三峽衛星圖貼出來，圖上的壩體看起來是彎的，變形論一夜之間傳遍整個中文網絡。三峽集團流域樞紐管理局樞紐運行部的主任專業師曹毅出面解釋，說谷歌衛星圖不是衛星直接拍的，是一系列演算法處理之後生成的。谷歌地圖和中國地图的演算法不同，所以某些场景会出现偏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接着拿高分，6號衛星重拍了一張，壩體是直的。可是闢謠這種事，什麼時候真的追得上謠言？同年7月11日，三峽集團黨組成員、副總經理范夏夏公開表態，說三峽大壩固若金湯，巋然不動，說大壩當前各方面性態均優於預期和設計標準。官方也放出監測數據，截至2019年4月，壩基累計垂直位移在 1.45 到 26.69 毫米之間，26毫米，大概是2個指節的寬度。一座185米高的混凝土重力壩，位移2根手指，這個數據其實非常漂亮。可是漂亮的數據，為什麼救不回信任？那事情結束了嗎？沒有。2020年汛期，潰壩論反而燒得更旺。當時微博上瘋傳一組假設數據，說潰壩之後流量會達到每秒100萬到237萬立方米，流速每小時100公里。
這個數字有多離譜？三峽最嚴重的潰壩假設情境，估算量級是每秒20萬到30萬立方米，而1870年那場歷史洪水，在宜昌站也不過每秒10.5萬立方米，237萬，等於憑空多出20幾條長江。這種數字當年是怎麼被幾百萬人轉出去的？那一年還冒出更神奇的說法，說三峽洩洪導致濟州島附近的海水變淡了，說洪水1天之內就能毀滅南京，淹掉上海。台灣的水利專家李鴻源在2020年7月6日直接否認了潰壩的講法。香港中文大學地理系副教授伍世良則講了另一個角度，他說問題出在官方資訊不公開，公開的不夠，外面的人就没辦法分辨真假。這句話我覺得是整件事最要害的一句，所以我們給這一群每年汛期準時上線的朋友取個名字，年更潰壩天團。這個天團的作業非常穩定，每年6月開機，8月達到高峰，10月自動下線，明年同一時間再來。他們有幾個固定的技能：衛星圖找彎、洩洪孔數點名、內部人士爆料、模擬淹沒圖。而每一年官方也準時發出闢謠稿，雙方就這樣渡劫渡了7年，誰也沒說服誰。那到底是誰在說謊？年更潰壩天團裡面最好用的招式是數孔。三峽的洩洪壩段一共有23個壩段，中間開的深孔寬7米，高9米，所以只要開的孔多一點，標題就可以寫今天開了幾孔，開9孔叫告急，開13孔叫危急。可是開孔多寡本來就是調度動作，庫水位高，上游來水大就多開，這是設計出來給人用的東西，把工程師按規矩開閘寫成大壩快撐不住了。這種標題你說有沒有效？非常有效。2026年8月那一周，中文影音平台上光是靠這一招起飛的影片就一大把，你說觀眾分得出來嗎？那官方那邊有沒有問題？也有。年更潰壩天團之所以年年有飯吃，是因為另一邊常年在打醬油。你去找三峽在2026年8月的即時庫水位、即時出庫、入庫流量、壩體監測數據，能查到的是新聞稿，不是數據。你要老百姓自己判斷，卻不給他判斷用的東西，那他只好去信天團，這叫混吃等死，一種很體面的混吃等死。到這裡為止，如果2026年跟前面那7年一樣，那宜昌那道命令根本不會有人在意。可是2026年這個版本真的更新了，而且是往最壞的方向更新。時間來到2026年7月6日上午10點20分前後，廣西南寧橫州市的六蘭水庫壩體出現缺口，這不是傳言，這是官方通報的事故，百度百科都有專門的詞條。壩體被撕開約50米寬的缺口，洪水直接灌進下游村鎮。到7月6日晚上7點30分，光是消防救援力量就從六蘭水庫附近轉移出710多名被困居民。到7月9日上午11時，官方通報的數字是六蘭水庫潰壩洪水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联。廣西全區這一輪洪災合計39人死亡，9人失聯，一座水庫，一個上午。你說這算不算警報？六蘭水庫是什麼來歷？1958年動工，1960年建成，是大躍進年代的產物。BBC 中文的報道講到一個更嚇人的背景：1958年到1965年之間，中國一口氣建了45410座水庫，其中大型水庫210座，絕大多數是中小型均質土壩，壩體裡面沒有鋼筋混凝土骨架。而六蘭水庫在垮掉之前1年，剛剛完成標準化管理工程建設。官方說法是消除了安全隱患，還配了能及時監看運行數據的智慧監測中心。加固剛滿1年，還是垮了。那沒加固的那幾萬座呢？這一下子，年更潰壩天團的劇本忽然變得不好笑了，因為他們喊了7年的那件事，今年真的在廣西發生了一次。雖然垮掉的不是長江總開關，只是一座中型水庫，但那是一座剛剛被官方認證安全的水庫。你說老百姓怎麼分辨？分辨不了。這就是伍世良說的那個問題，資訊不公開的代價會在最不該來的時候一次結清。而且水庫這2個字在中國人心裡本來就有一道舊傷。時間往回推到1975年8月，河南駐馬店連下特大暴雨，板橋水庫、石漫灘水庫在同一個晚上潰壩，下游60多座水庫跟着連鎖崩掉。這件事的死亡人數到今天都是一筆糊塗賬。官方對外公布的數字是 2.6 萬人，而水利部組織委託編寫的《中國水災史前言》裡寫的是85600人。另有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在後來的提案中揭露的數字是23萬人。同一件事，同一個國家，3個差了10倍的數字，你要相信哪一個？
所以你就懂了，為什麼2026年7月，廣西那50米的缺口一出現，整個中文網絡的神經立刻被拉到最緊。因為在這裡，水庫從來不只是水庫，它還是一段沒有結案的記憶。而1個月後，宜昌把4字王炸甩在了長江總開關的正下方，你說這把火會不會燒起來？接着，時間來到7月21日，中央紀委国家監委網站發布通報，中國三峽集團廣西分公司總經理吳啟仁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在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中國三峽集團紀檢監察組的紀律審查，以及湖南省長沙市監察委員會的監察調查。這是官方通報，白紙黑字。吳啟仁1972年出生，正高級工程師，長期在三峽集团系統任職，做過三峽新能源的工程管理部總經理、總工程師，也做過上市公司三峽能源的黨委委員、副總經理。2025年2月14日起，擔任三峽集團廣西分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個三峽集團的高管，在廣西水庫潰壩之後2個星期被帶走，這個時間點會讓人想很多。可是我們必須把話說死，官方通報裡只寫了涉嫌嚴重違紀違法這7個字，沒有寫任何跟洪災有關的內容，一個字都沒有。所謂他是因為洩露廣西洪災真實死亡人數、洩露三峽內情才被查的說法，來源是境外中文媒體引述自稱三峽內部人員的爆料，包括希望之聲、看中國、大紀元這一類媒體。這個說法目前沒有任何官方或獨立第三方的證實，你可以把它當成一條線索，不可以把它當成事實。再往下一步，事情就更懸了。7月22日到23日之間，一位自稱三峽內部人員的爆料者，透過 X 平台上的一個博主，放出所謂官方制作的三峽潰壩模擬圖。爆料的說法是，相關部門早就做過三峽崩潰的分析，圖上的數字非常驚人。潰壩1周後，最大淹沒範圍約15萬平方公里，波及至少29座沿江城市，包括武漢、南京、上海。受影響人口總數約 1.32 億，這種數字看一眼就會失眠。可是它是真的嗎？那份模擬圖真的存在嗎？東西是真的有，在網絡上流傳的到處都是。可是它是不是官方文件？無法核實。爆料者是不是真的內部人員？無法核實。官方有沒有回應？沒有。目前公開資料能確認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有人在 X 平台上放出了這樣一張圖，並且宣稱它來自官方。這一段我們必須這樣講，因為換一種講法就是造假。現在要講一段這種影片最不想講，可是非講不可的話。長江總開關到底有沒有事？目前公開資料能確認的是這樣：三峽在8月初迎來今年第一場每秒3萬立方米量級的洪水，並且提前加大下洩，騰出了 13.86 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庫區在8月4日前後出現山體滑坡，影響夷陵區、秭歸縣、滇軍區一帶。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官方或獨立第三方的資料顯示壩體出現異常，壩體監測數據也沒有出現在任何一份公開文件裡。我把話說得再直白一點，三峽大壩沒有潰堤，也沒有任何可信證據顯示它即將潰堤。這句話我必須講，因為年羹潰壩天團每年都在講反話，而反話講久了會出人命。2020年那批預言說一天毀滅南京，說濟州島海水變淡，說每秒237萬立方米，全部沒有發生，全部經不起最基本的算術。那長江總開關就毫無問題嗎？也不能這樣說。旅居德國的國土規劃學者王維洛1980年到1984年參與過三峽工程的前期論證，他長期主張三峽的防洪效益遠低於宣傳，也認為壩體滲漏比變形更值得注意。他的立場非常明確，也非常有爭議。他的說法屬於一位長期反對者的專業判斷，不是官方數據，也沒有經過獨立驗證，這一點必須標清楚。那要怎麼分辨年羹潰壩天團講的哪一句能信？其實有一個很土的辦法，看數字對不對得上。凡是講出每秒237萬立方米這種量的，直接刷掉，因為那超過人類已知的長江洪水20幾倍。凡是講一天淹掉南京再淹上海的，也刷掉，因為從宜昌到南京的直線距離就要800多公里。凡是拿谷歌地圖的截圖當結構證據的，一樣刷掉。剩下能站住的，其實只有幾個很無聊的老問題：滲漏、泥沙、淤積、庫區、地質災害。這些問題是真的，可是他們離潰壩這2個字還隔着很遠很遠的距離。所以真相在哪一邊？如果只能挑一個相信，官方那句固若金湯，天團那張淹沒29成的模擬圖，還是一句我不知道。我只能確認到目前為止壩體沒有出事，
你挑哪一個？我挑最後那一個。這一支影片從頭到尾也只敢挑最後那一個。好，那我們回到8月10日那個下午，所有材料都已經攤在桌上了。廣西一座剛加固完的水庫垮了，三峽集團一個分公司總經理被查了，一張沒人能驗證的潰壩模擬圖在網絡上跑。長江總開關剛剛在8月4日吃了一波每秒 3.8 萬立方米的洪峰，庫區還在滑坡，然後一個史上跑得最遠的台風正朝着湖北撲過來。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宜昌甩出了4字王炸。所以下令的人到底是誰？我們先把嫌疑人排一排。第一種可能，下令的人是中央，畢竟4個字這麼重，照理只有北京才敢用。可是如果是中央下的，那湖北的等级就不会停在防汛4級应急響應。水利部同一天對湖北、山東、河北、河南啟動的也是4級。中央要是真的收到什麼消息，他有100種比停課更有效的動作可以做，所以不是他。第二種可能，下令的人是三峽集团，這也說得通，畢竟壩是他們管的，出事他們最清楚。可是三峡集团那幾天發的是什麼消息？8月13日凌晨，三峽枢紐2026年通過量達到1億噸，一則標準的航運喜訊。一個真的知道自己壩要出事的單位會在同一周去慶祝貨運量嗎？傻子才去，所以也不是他。第三種可能，下令的人是宜昌市政府或者宜昌市防汛抗旱指揮部，這是最合理的一種。市長坐鎮，防止下令，全程照做，教科書一樣的流程。可是我們把那份文件從頭翻到尾，落款單位不是市政府，也不是防指，那還會是誰？那到底是誰？如果3選其一， A 是宜昌市市長， B 是宜昌市防汛抗旱指揮部， C 是宜昌市教育局，你選誰？想都不用想吧，哪个正常人會選 C？ 那不是找虐嗎？答案就是 C， 真的是 C。 發出這份緊急提示，寫下全面進入戰時狀態這8個字的單位是宜昌市教育局，不是市政府，不是防指，不是水利部門，不是三峽集團，更不是中央，是一個平常管幼兒園、管中小學、管補習班有沒有偷偷上課的局。從這一秒開始，我們就叫它教育局戰神。我知道你現在的表情，一個管補習班的科室甩出了全中國公文語言裡最重的一張牌，而且甩完之後全程真的照做了，這不叫飛升。什麼叫飛升？再說一次，這道命令從頭到尾管的都是學校，他管幼兒園要不要開門，管中職學校要不要返校，管補習班能不能偷偷上課，管工地的板房要幾點以前把人搬走。他管不到長江，管不到水庫，管不到那座壩上任何一顆螺絲。可是他用的那4個字卻剛好是全國最能讓人聯想到那座壩的4個字。教育局戰神大概自己都沒想到，一份停課通知會被翻譯成幾十種語言，那他到底在怕什麼？教育局戰神為什麼要這樣寫？我們不知道。這道命令的正文裡沒有解釋，事後也沒有任何說明。目前公開資料能確認的，只有他是按照省市防汛抗旱指揮部的工作要求做出的部署，也就是說，上面給的是4級應急響應，教育局戰神自己把它翻譯成了戰時狀態。換算一下這個翻譯幅度有多大？4級是應急響應的最低一檔，上面還有3級、2級、1級，1級才是最高。教育局戰神拿到最低那一檔，然後跳過3個等級，直接跳出整個應急響應體系，落到一個體系外的詞上。這在遊戲裡叫什麼？叫開掛。而全程沒有一個人攔他。為什麼沒有人攔？而這裡就出現了整件事最荒謬的一層，這4個字在中國法律裡根本不存在。法律裡有的詞叫戰爭狀態，不叫戰時狀態。按照國防法第12條，戰爭狀態的宣布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按照憲法第67條，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國家遭受武裝侵犯，或者必須履行國際間共同防止侵略的條約的情況下，決定戰爭狀態的宣布，而實際宣布的人是國家主席。緊急狀態也一樣，有嚴格的法定權限和程序。換句話說，全中國有權說出這種話的機構只有一個，而他在北京宜昌市教育局說出來的那4個字，在法律上什麼也不是。它不是命令，不是法律狀態，不是授權，它是一句話。可是就是這一句話，把一座415萬人的城市按進了2天的停擺，這算什麼？那教育局戰神是不是第一個這樣玩的人？當然不是。這4個字在中國基層有前科，而且很長。2020年2月，湖北十堰市張灣區、孝感市大悟縣、雲夢縣最早喊出戰時狀態，
那一年入冬之後，石家莊、邢台、涿鹿、成都、瀋陽、北京、順義全部跟進。有人統計過，一個沒有新增病例、離疫情發生地108000里的城市也會跟着喊。為什麼？因為它好用，它不需要走任何法律程序，卻能制造出跟戰爭一樣的緊迫感。這在基層叫做捲。你不喊，你就顯得不重視。你說荒不荒唐？這股風氣捲到什麼程度？捲到2021年1月，新華每日電訊自己出來發評論，題目直接寫濫用戰時狀態不利於抗疫大局。文章裡的說法是科學防控、精準防控，既不能重炮打蚊子，也不能掃把趕餓狼。中國官方媒體系統親自出面說這4個字不能亂用，那是5年前的事。5年後，宜昌市教育局又把它甩了出來，而且這一次他甩在一座壩的下游。有沒有人出來解釋這4個字？沒有，一個字都沒有。可是有一件事很有意思，那份稿子在各個平台的標題開始長得不一樣了。新浪財經那一版的標題是湖北宜昌全面進入戰時狀態，而騰訊新聞那一則同一天發布，由大河報供稿的同一篇稿子，網頁標題卻是湖北宜昌全面進入應急狀態。只有內文裡教育局通知的第一項小標題還留着全面進入戰時狀態這8個字。同一篇稿子，同一天，一個平台的標題是戰時，一個平台的標題是應急，沒有人發布更正，沒有人說明為什麼。而8月11日上午10點23分，南方網那一則的標題還是防範應對台風白海豚，湖北宜昌教育系統全面進入戰時狀態，一個字沒改。所以那4個字到底算不算數？不知到今天也沒有人告訴我們。而這個含含糊糊的處理方式，剛好就是這整件事最要命的地方。如果一開始就有人出來說一句，這是內部動員用語，不是法律狀態，請大家不要誤會，那這件事10分鐘就過去了。可是沒有人解釋，於是那4個字就自己長出了腳。他從湖北跑到台灣，從中文網跑到日文推特，從一份停課通知變成一支又一支標題聳動的影片，到最後連下令的人自己都不再出聲了。這算不算一種回答？在中國的公文世界裡，這種處理叫做冷處理，不承認、不否認、不更正，等它自己涼掉。90%的爭議確實會這樣涼掉，可是這一次不會，因為它上面掛着一座壩。而就在我們全部盯着那座壩的時候，真正在出事的東西一直在我們的視線之外。時間回到8月12日凌晨0點3分，湖北襄陽樊城區的防汛抗旱指揮部接到通知，仁灣水庫的降雨量已經達到孝河洪水標準。仁灣水庫24小時降雨量230毫米，水位超過汛線 1.2 米。那一夜入夜之後，襄陽全市的水庫水位快速攀升，最高峰的時候有6座水庫超過設計水位，4座水庫超過校河水位。聽出重點了嗎？超過校河水位就是超過這座水庫理論上能扛的極限。那一夜真正在鋼絲上走的是4座沒有人叫得出名字的小水庫，不是那座有221.5億立方米防洪庫容的巨物。年羹潰壩天團在那個晚上還在數三峽開了幾個孔，而在襄陽，有人整夜守着4座快滿出來的池子。如果那一夜你是值班的人，3選其一 ，A 去盯三峽開了幾個孔， B 去盯襄陽那4座快滿出來的小水庫， C 去盯網絡上那張模擬圖，你選誰？這就是這件事最反直覺的地方。中國的水利風險從來就不集中在最大的那幾座壩上，而是散在幾萬座1950、60年代趕工出來的中小型土壩裡。六蘭水庫是這樣，仁灣水庫也是這樣。你把全部注意力放在總開關上，等於是捂着一隻眼睛看向錯的方向。那我們這一整個月到底在看什麼？而就在我們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長江流域真的裂開了一道口子，只是位置完全不对。时間來到8月13日晚上，河南省周口市川匯區新北環橋下賈魯河東岸的堤壩出現潰口，寬度約30米，原因是賈魯河上游來水加上沙引河倒灌頂托擠壓，現場轉移群眾781人，無人員傷亡。搶險方案是從潰口兩端同時作業，用貨櫃穩住堤角，中間填堆石料封堵。到8月15日，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揮部通報，賈魯河周口段潰口目前可控。你看出這件事的諷刺在哪裡了嗎？所有人的眼睛盯着那座40公里外有221.5億立方米防洪庫容，按萬年一遇加 10% 校河的鋼筋混凝土巨物，結果真正被水撕開的是600多公里以外一段沒有人注意的普通河堤。
垮掉的不是總開關，是一段土。這叫什麼？這叫偷家。你在防最強的那個，結果最弱的那個從側門進來了。而那道口子出現的時候，宜昌的4字王炸已經過期了，8月12日晚上就結束了。孩子8月13日回學校上課，宜昌沒有煙，長江總開關沒有事，教育局戰神也沒有再發第2道命令。這場戰時狀態從頭到尾就存在了48小時，然後靜悄悄地消失，像沒發生過一樣。那它到底存在過嗎？所以我們把這一整條線再走一遍。7月6日，廣西一座剛加固完的水庫垮了，26人死亡。7月21日，三峽集團廣西分公司總經理被查。7月22日，一張沒人能驗證的潰壩模擬圖在 X 平台流傳。7月28日，長江總開關開始加大下泄。8月4日，庫區洪峰 3.8 萬立方米，加上山體滑坡。8月9日，一個跑了6000多公里的台風登陸浙江。8月10日下午，宜昌市教育局甩出4字王炸。8月13日晚上，河南周口的堤壩裂了30米。在這條線上，唯一一件從頭到尾沒有被解釋過的事，就是那4個字。有人會說，那不過就是一個公務員寫公文寫嗨了，用詞比較猛而已。至於嗎？至於。因為在中國的資訊環境裡，老百姓能拿到的訊號本來就少得可憐。官方公布的東西他們半信半疑，境外傳的東西他們也半信半疑，於是他們只能看官方的動作，動作比話可信，這是被逼出來的判斷方式。而戰時狀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動作，一道命令用最重的4個字，卻不給任何解釋，這在資訊生態裡等於扔了一顆煙霧彈。你不解釋，別人就替你解釋，而替你解釋的人會挑最恐怖的那一版。2026年8月10日到12日，這48小時裡，中文網絡上關於三峽的那一波恐慌，有很大一部分是那4個字自己餵出來的。那教育局戰神錯了嗎？從結果看，宜昌那2天下了342.6毫米的雨，84個鄉鎮破100毫米，11個鄉鎮破200毫米，山區隨時可能滑坡，孩子留在家裡是對的，停課、停工、停外出，這3條沒有一條錯，錯的只有標題。這件事最好笑也最悲哀的地方就在這裡，一份完全正確的通知，因為4個字變成了一則國際新聞。你說冤不冤？你可能還在等一個更大的答案。這道命令背後是不是真有內部消息？下令的人是不是知道什麼？我只能誠實回答你，目前公開資料查不到任何這樣的東西，沒有洩露的會議紀要，沒有被撤下的水情通報，沒有任何一位居民官員說過相關的話，有的只是一個科室在一場真實的暴雨面前選了一個他沒有權利使用的詞。而如果你問我，這件事最讓人不安的是什麼？不是三峽，不是台風，不是那張模擬圖，是一個管幼兒園的單位，可以在一個下午對415萬人宣布進入戰時狀態，全程照做，沒有人問一句憑什麼，事後也沒有人需要為那4個字負任何責任。真正的系統 BUG 不在壩上，在這裡。我們追了一整支影片，追這道命令是誰下的，為什麼要用這4個字，下完之後發生了什麼。前面2個問題我們都有答案了。下令的人是宜昌市教育局，一個沒有這個權力的單位。至於為什麼用這4個字，沒有人解釋，一個字都沒有。第3個問題的答案是什麼都沒發生，壩好好的，城好好的，孩子第3天回去上學，唯一留下來的是那4個字，還掛在幾百個網頁上，標題有的寫戰時，有的寫應急，誰也沒改，誰也不提。而年更潰壩天團在8月13日之後就自動安靜了，因為那一年的存貨已經用完，要等明年6月才會重新開機。長江總開關繼續按調度表開閘關閘，教育局戰神繼續管他的補習班，所有人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好像那48小時只是集體做了一個夢。唯一沒有回到位置上的是那4個字，他到現在還躺在網絡上，沒有人解釋，也沒有人收回。所以下一次汛期，如果又有哪座城市甩出4字王炸，又是一道沒有人解釋的命令，我們會怎麼反應？大概還是會抬頭看一眼上游，然後回頭繼續刷手機。畢竟我們早就練成了一種很奇怪的本事，先被嚇一跳，再自己說服自己沒事。而這種本事，好像才是這幾年最普及的一次版本更新。